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8月10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的节目。我们今天两个主题，第一个，扬州疫情失控，爆发新的传染链；第二个，立陶宛模式冲击中国外交我们讲两个，今天我们还是要持续关注中国疫情那么一个是先说8月9号0时到24时中国的疫情的情况。江苏省新增本土确诊病例50例，其中南京2例，扬州48例，所以扬州出现了一个爆发。那么8月9号，扬州市主城区启动第5轮核酸检测那么全员检测，共设置采样点481个，抽调采样人员4536人。其中室外援助人员2260人。那么扬州的一个核酸检测采集点出现了组织混乱导致多人在这个检测点与一个确诊密切接触者接触，然后被感染。你看现场视频的情况，基本上这是一个完美的这个传播场景那么混乱，大家挤成一团那插队乱七八糟，反正就总之是乱七八糟那么截止8月8号24点那么这个传染链已经导致了35人的感染。网民透露，这个确诊者叫王强，是个公职人员，他隐瞒自己曾经去打牌棋牌室棋牌室。扬州就是棋牌室的这个传染链那么之后还在检测站工作，然后他在检测站工作的时候和其他人接触，出现了这个爆发了这个集体感染。那么这个王强就令这个扬州出现了第2个高风险地区。这个8名扬州市的干部官员被问责。一个联合村上千人因为这件事情被集体转运到镇江封闭那么王强引发的传染链仅次于什么呢？仅次于南京回扬州的这个棋牌室群组那么扬州已经进行全市的这个核酸检测，进行了4轮昨天是第5轮，160万人那么检测了发现了14宗阳性个案。那么现在国务院联防机制还是坚持大规模检测那么只要这个城市不超过500万人，必须在3天之内完成检测，不缺一户，不漏一人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为什么？中国的组织系统其实是很差的，特别是基层的组织系统非常的差。你一看那个核酸检测，不管你武汉也好，扬州也好，这个一塌糊涂，都是乱七八糟。为什么？强干弱枝。这是江苏河南没有新增加的确诊病例，但是这个无症状转为确诊37例，其中这个郑州35例，驻马店1例，海丰1例，无症状感染者2例，郑州1例，这个驻马店1例。当局为什么要这么干？这么干的原因是把这个拆开那么然后呢，这个数据呢，今天不是没有吗？好，没有，正好我拨过来，就这样，因为这个削峰的一个措施玩数字游戏那么8月10号，驻马店、正阳县5个地区上升为高风险，全县其他的区域仍然为低风险。湖北省新增本土确诊病例15例，其中金门市10例，武汉市4例，黄冈1例，无症状18例，其中金门12例，武汉市3例，黄冈3例那么其中有这个武汉的这个例子，这个金门这个例子是7个人同时在一个地盘工作，其中6个人住一个宿舍那么
那么他们曾经一起聚餐，一起工作，所以他们全部都感染，就是这是一个。另外，湖南张家界6例，全部集中在张家界。那么从7月29号以来，张家界累计发生本土确诊病例53例，现有无症状感染者3例。那么海南出现的一个情况是7月30号，那么一个搬运工在这个俄罗斯的货机里面搬运过程当中和俄罗斯的搬运工接触确诊，那么8月1号到9号，海口市2宗确诊病例。北京公布这个本轮疫情感染者的溯源情况，主要来自2个家庭，一个是海淀，一个是朝阳，这2个家庭合共9个人，曾经在这个张家界一个酒店住宿，然后分别曾经到过南京机场，与3名辽宁大连感染者有接触，分别感染，这就是北京的这个9个确诊病例啊。那么另外就是这一轮疫情爆发点是南京的禄口机场，那么禄口机场所属的东部机场集团，他董事长冯军、总经理徐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这江苏省纪委监察委正在审查和调查他们2个，这就是中共的官啊！你要是活没干好，就抓你就是查你一查一个准，没有一个官员查不出问题的。8月10号，网上流传一个文件，这个文件是广东省卫健委的一个红头文件。什么叫红头文件？就是它的名字是红色的叫红头文件，抬头是用红字叫红头文件。文件上面有加急的字样文件说，广东省疫苗接种工作领导小组8月5号印发了广东省未成年新冠病毒疫苗接种暂缓情形的专家共识然后这个专家共识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为了防范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后的不良反应风险，保障未成年疫苗接种安全稳妥有序，切实做好大规模接种疫苗的医疗保障，预防接种异常反应，存在疫苗成分过敏的情形，未成年人需暂缓接种新冠疫苗。就是广东省把这个未成年就青少年这个接种疫苗的事情停掉了，原因是什么？原因是过敏所以有过敏的情形。他用的是什么？叫专家共识，他也不说通知他说专家共识。现在这个政府的这些行文呢，都基本上把自己摘开不负责任。然后网易的新闻说，郑州已经全市把这个疫苗接种全部停下来暂停有关疫苗的这件事情呢，就政府系统的信息非常混乱一方面呢，一方面抓的人去打疫苗，到处都在抓，但另外一方面呢，又不断的在发放一些错误的信息然后那个网易跟帖有几个很有意思原文是德尔塔毒株席卷全球然后打过新冠疫苗的更要小心了。然后跟帖就说，打了疫苗之后呢，要是没感染，就说疫苗有效了；要是感染了，就说减轻症状；要是重症了，就说挽救生命了；要是死了呢，就说是个别病例。这就是这网易的跟帖非常的厉害一针扎进去就扎得非常到位，一针见血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原文是石正丽说，新的变异毒株会陆续出现。跟帖问，他怎么知道会继续出现呢？除非是他手上的嘛？对，这后面是我说的除非石正丽
手上握着这些毒株，否则他怎么知道会陆续出现，对吗？啊，这石正丽啊，4个字，千古罪人啊，石正丽啊。原文是什么？原文是中国承诺再提供30亿美元援助啊，世卫达为应对新冠疫情还需要115亿啊。然后这个网友啊，网易网友跟帖，一提溯源就给钱，长此以往也不是办法，哈，这一针见血了啊。然后呢，最近呢我就没回应这件事情，其实昨天就出来，就是原来的卫生部长高强啊，在8月7号，在人民日报的客户端健康客户端发表文章啊，讲了几个观点，我在这回应一下。他说，尽管境外病毒输入也曾经导致局部地区出现散发病例，但没有形成大规模的流行蔓延。只要我们在外防输入方面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坚决御病毒于国门之外，就一定能够将病毒消灭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啊！这就是共产党啊，共产党就这种文风。当前我国能否与世界实现正常互通，并不在于国内疫情控制，而在于国际疫情形势。在国际疫情严重反弹的情况下，我国必须坚持对入境人员实施严格的监测、隔离等防控措施。这不是切断与世界的联系，而是对人民健康和国家安全高度负责任的表现。与病毒共存可不可行？笔者认为，绝对不可行。英美等国与病毒共存，已经给全球的抗疫形势带来了严重后果，我们不能够重蹈覆辙。只要疫情仍在国际上广泛流行，我国严防境外病毒输入的方针就不能变，坚决切断病毒传染链的策略就不能变，早发现早控制的目标就不能变。至于我国何时开放国门，如何开放国门，应当根据国际疫情控制的实际情况，从维护国家和人民整体利益出发，适时作出安排。在严防境外输入的同时，各地要尽快的控制疫情的传播，也应当根据实际情况，适时的转换抗疫工作节奏，适时调整抗疫工作措施，适时恢复正常的经济社会生活。这段话很多有一些这个自媒体在讨论的时候，都说这个是骂这个张文宏的，这个形成一个这个对立的这种形式，斗争形式。我的看法是什么？我的看法2点。第一，这当然不是针对张文宏的啊。张文宏讲这个和病毒共存什么意思？和病毒共存的意思就是张文宏的观点很清楚，他认为这个武汉肺炎病毒呢，它不会消失啊，它会长期存在社区当中啊，所以呢，它可以最后它会变成什么呢？变成流感病毒，跟流感病毒很像啊，定期就会出现，一到条件成熟它就会出现啊，所以呢，要长期防疫啊，不能够松懈啊，所以呢，病毒会一直存在社区啊，所以这句张文宏的意思就是病毒一直都会在，不会不见的啊，跟流感差不多。这是张文宏的原意。高强说的是什么？高强说的是不能开放口岸，不能开放往来，要这个御病毒于国门之外。所以呢，他高强其实没有搞明白与病毒共存的意思是什么意思。那当然，这里面有个问题，有个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核心问题是关于疫苗的问题。高强在讨论整个的疫情防控过程当中，不讨论疫苗的问题。高强也很清楚，中国国产疫苗无效。那也就是说，高强在用当初这个非典的手段来对付这个疫情，就是这么简单，一点都不复杂。高强在说所有的
疫情防控措施，提出他的建议，提出他的策略。他的策略没有别的，就是寓病毒于国外，然后本地呢就隔离，用隔离的方法，阻断隔离的方式进行防控，这就是当年非典的方式。那当年非典也是没有疫苗，现在他就当没有疫苗来采取所有的措施，所以就是再次反证中国国产疫苗无效。第二个反证，中国疫情防控脆弱，形势非常脆弱。一个例子直接崩盘，就一个案例出来就直接就崩盘。为什么？你说美国上来是一天1万2万，美国人都不紧张，中国只要出一个就封，就这个片区就给封了，这10几个小区一下就给封起来。为什么？原因是中美之间的疫情防控措施的根本区别在哪里？就是2条，第一条人权，第二条疫苗，就这2个问题。中国就是不考虑人权的问题，就是用所有的最极端的手段，这就是高强的观点。高强这所有的这些疫情防控措施不考虑人权问题，也不考虑其他的问题，目标只要达到这个目标就行。这就是这些人不把人命当命看啊，只要把疫情控制住就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问题就是不考虑疫苗，疫苗就当你不存在，所有的防控措施其实讲来讲去就是疫苗不存在。那美国是靠什么？美国就是靠疫苗，但是美国的问题是什么？美国问题有人反对打疫苗，这就是2个国家国情不一样啊。为什么有人反对打疫苗？反对打疫苗只有一个原因，不能让县政府得了好处，就是这么简单，不能让你成功了，不能让你成功的代价是什么？就是人命伤亡，没有别的。其实一样，两件事情其实是一样的，来自于什么？野蛮跟愚昧，没有别的。就是这2件事的共性是什么？就是野蛮和愚昧。中共是野蛮，这个反对疫苗是愚昧，没有别的啊。那所以呢，你可以看高强的这番言论的意思，其实不复杂，就是还是用原来非典的措施啊。不过呢，他已经离职了，也没有岗位，所以他说的话呢，老实讲，听不听呢，且说的啊。继续，那么8月7号有一段这个中国船员求助的这个视频在网上流传。这个船员就说我们总共有20名船员，全部都是中国籍的船员。我们船是7月30号从菲律宾开往中国的这个南通鲁港卸货。7月30号呢，发现呢大管轮有这个发热症状，然后就跟公司联系。31号2管、3管、机工、大厨都出现了发热症状，我们连续代理消毒隔离，但是仍然无法阻挡发热的蔓延。8月3号机舱人员实在无法继续工作，然后病人出现发热、咳嗽、喉咙痛、浑身无力啊，然后就有一段这个视频在网上这个流传刷屏，基本上。那么这件事情是这样，这个船呢叫红镜号，红镜轮呢是船籍是巴拿马的国籍啊。巴拿马籍呢什么意思呢？就船挂着巴拿马的旗帜啊，就是船籍是巴拿马籍。但是呢，这个船呢，管理公司呢是叫华丰船舶管理公司，船员公司就是派到船上干活的这些船员呢，是天津跨洋国际船舶管理公司。这2家公司，船的管理公司跟船员派出机构都是天津的公司，只是这个船包括这个船东也是中国的公司啊，中国的公司。但是呢，只有这个船籍是巴拿马，然后他们就从7月30号这个在菲律宾装了这个煤啊，是装了煤嘛啊，装完煤啊去这个鲁港，
就是南通，江苏南通如皋卸货，然后呢，这个就开始发病啊，20个船员全部中国籍，只有1个人打过新冠疫苗啊。那么8月3号，这个洪敬伦经过舟山的时候，主机故障抛锚在外海啊，然后这个船上这个发热已经没办法工作，机舱人员非常病情严重，然后13个人发热，船舶无法继续航行，然后就向这个舟山求助啊。舟山市呢就有以疫情防控期间船舶自身不能直接申请求助为理由，要洪敬伦寻找船舶代理公司代为申请。你觉得这世界上有这么荒唐的事情吗？然后呢，然后他们就找了半天，舟山当地的代理公司没有一家愿意帮助他申请啊，肯定打过招呼了。然后呢，这个派遣方叫天津跨洋船舶管理公司也不管啊。如皋港呢就拒绝接收，你有人发病不能来啊，这艘船就在舟山的外海漂着啊，然后这个20个船员，其中有13个船员发热发烧。按照国际惯例呢，一般来说呢，你船遇到风险，你求助，附近有船就要救，有港口就要派船去救，这全世界都是这样。但是一艘中国的船啊，就巴拿马的船都是中国的，管理公司是中国的，船员也是中国船员，在中国的外海，就舟山的外海求助，没人理，舟山不要他，不让停靠，这个如皋也不让停靠，然后他天津的这个派遣公司也不管，这就是中国啊。然后就怎么办呢？8月7号这段视频就在网上一播出来，这个视频非常的惨，这个船员就拿着身份证在那说啊，很可怜，哭着在求救，然后这个就开始引起轩然大波。好，轩然大波吧，有政治影响啊，交通部海事局就找这个天津这个新港这个海滨新区，那个公司估计在海滨新区，就联合一起去找这个舟山，说你们能不能帮忙处理一下？好，舟山说行啊，这么早才有人去救他啊，指定洪敬伦，你在这个地方停靠啊，8月9号就在这个地方停靠。9号上午，那么海关、卫健委疾控中心去船上啊采样和卫生检疫啊，那么16个人，其实最后查出来16个人阳性啊，然后就16个人阳性怎么办呢？11个船员转运到指定医疗机构接受治疗，其他的患者留在船上治疗，然后船员管理公司要换船员去轮岗啊。那么8月4号，这件事情呢，说明什么？说明2点：第一，没有人救你，你必须自救啊，无数次都是这样的例子。第二点，没有一个中国媒体会帮助你把你的信息告诉大家，你必须想办法自己保持对外广播的途径，就是这样。这就为什么我们讲中国是个丛林法则的国家，这就是这个道理啊。这是第一个，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北京疾控中心通报，8月9号北京市报告1例这个外地到北京就诊的肺炭疽病例，炭疽病例是高度传染啊。北京疾控中心说，该病例来自于河北省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啊，当地有牛羊和其他制品的接触史，炭疽通常就是牛羊啊，牛羊。
那么这个病人呢是发病4天后用救护车转运到了北京啊，那目前在医院隔离治疗，但是通告没有讲当地是发生了什么样的病例啊。那么我们现在也不知道这个河北省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当地的炭疽情况是怎么样，现在还不清楚啊。这是一个，也就是说也就是说这个河北承德的这个围场县围场县是发生了炭疽病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今年年初辽宁也发生了一起炭疽疫情，7月10号银川一个社区收到通知，说当地出现了这个炭疽疫情，要求对辖区所有的肉店全部封闭啊，对从内蒙古上海庙镇、银川永宁县流入的这个活体，就是活的牛羊严格排查，禁止四季鲜、北京路西下菜市场、高桥便民市场、天成市场和兴庆区三营马坊牛肉店等地的肉制品流入啊，讲了这几个啊。那么这一起这个银川的这一起这个炭疽疫情是贩卖病牛引起的，有人就从内蒙古鄂尔多斯买了一批病牛，运到宁夏的这个吴忠市，吴忠是银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贸易集散地啊，宰杀屠宰，准备卖到银川去。然后这个冷库就被查封啊，查到7月9号就被查封啊。当地市民就说当地贩卖病牛、死牛的现象很普遍，啊，这个真是没底线啊。那么由于炭疽这个宰生节，宁夏是回族嘛，宰生节期间宰杀的牲畜市场全部关闭。宰生节又称为古尔邦节，是穆斯林的传统节日。古尔邦节是7月19号到7月20号放假，所以呢，当时呢，由于这个发现了这个以后，所有的这个肉类市场全部封闭，所以当地人说这个情况已经控制住了啊，情形就是这样。炭疽病是炭疽杆菌引起的，流行于呢食草动物。牛、羊、鹿啊，炭疽杆菌可以形成芽孢啊，那么它在存活时间非常长，可以长达10几年。那么牛羊在吃草的时候，它的会通过口部有一些伤口感染上。人类呢有3种传染途径，一个是皮肤接触啊，皮肤上的微小的伤口进入人体。形成皮肤炭疽，然后就是你吃了污染的有炭疽病毒的这个肉类，引起肠炭疽，还有就是你如果吸入了含有炭疽杆菌的这个飞沫或者是粉尘，就会形成肺炭疽。这次从哪儿啊？从这个河北承德到北京的就是肺炭疽，肺炭疽是所有炭疽里面最厉害的一种啊，最厉害的一种。那么肺炭疽是各类这个最严重的一种，如果不治疗，死亡率超过80%，经过治疗，死亡率下降到50%以下，但是也是高死亡率啊。那么在各种炭疽病当中，炭疽是属于乙类的传染病，但是肺炭疽是甲类传染的标准防控大体上就是这样啊。所以你可以看到炭疽出现了啊。那么当然就是现在讲北京有一个炭疽的病例，但是河北就没有通报河北承德发生的炭疽源头到现在还没有通报。所以中国其实出现的问题是什么？就是西方用的词语叫没有透明度，其实这是一个
很让中国人误解的词，就是不告诉你发生什么情况，这就是中国最大的问题啊！就社会管理，当这个社会管理你不告诉你发生什么情况的时候，其实大家都没有安全感。当然，有一部分人反而会觉得有安全感，这部分人比较奇葩。好，我们讲第二个主题，立陶宛，立陶宛模式对中国外交的冲击波啊。中国8月10号宣布召回中国驻立陶宛大使，而且要求立陶宛立刻召回驻中国大使。理由是什么？理由是立陶宛允许台湾当局以台湾名义设立代表处。那么这个中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的红线不容触碰啊。那么我们回顾一下在1995年，这个李登辉访美台湾中华民国总统这个李登辉访美，当时中国是召回了中国驻美大使李道玉这是1995年，就是说已经隔了这么长时间，中国第一次这第一次。外交部发言人说近一段时间，立陶宛政府不顾中方反复交涉，晓以利害，宣布允许台湾当局以台湾名义设立代表处，此举公然违背中立两国建交公报精神，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政府对此坚决反对，决定召回中国驻立陶宛大使，并要求立陶宛政府召回驻中国大使。中方正告立方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是中国同其他国家发展双边关系的政治基础。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实现祖国统一的决心不可动摇，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红线不容触碰然后后面一堆我就不念了然后立陶宛外交部说我们很遗憾立陶宛与台湾发展互惠的关系的决心不变，就像欧盟其他国家和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这个软钉子踢回去立陶宛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呢？立陶宛是欧洲的东北部，波罗的海三国之一那么二战时候被苏联，先是被纳粹占领，后来被苏联占领。德国投降之后，再次被苏联占领。1990年3月复国成为1990年通过复国，2004年加入北约。立陶宛面积6.5万平方公里，人口是280万，那是一个你把它当做一个城邦也行。在它的经济当中，服务业占68%，那么出口产品众多，农产品、食品、化学制品、塑料、机器、矿产、木材，就没有特别的，它没有一个支柱性的产业。它是91年和中国建交那么这个08年汶川地震的时候，立陶宛向中国捐了9万美元2017年11月和中国签署一带一路政府间的谅解备忘录那么而且这个立陶宛的官员也多次出席一带一路的高级别会议那么今年的1到4月份，中国和立陶宛的双边贸易额8亿美元那么增长了21%货物主要是谷物、家具那么双方是怎么开始翻脸的呢？是基本上是从今年3月份立陶宛退出17+1合作那么然后立陶宛就开始和台湾台湾开始接触那么今年4月份，立陶宛举行了新疆问题听证会，然后这个当时的中国驻立陶宛大使申之飞
就是接受记者访问啊，就是大骂这个听证会。到了今年的5月份，立陶宛议会以60%的赞成票通过议案，认定这个中国对新疆维吾尔少数民族的迫害啊，构成了这个种族灭绝啊。然后5月22号，这个立陶宛外交部长宣布推出17+1的合作。然后7月20号，然后这个立陶宛外交部宣布，这个让这个台湾在这个立陶宛以台湾的名义设立台湾代表处啊。现在的问题是什么？现在的问题是立陶宛模式，立陶宛模式对中国的外交会产生巨大的冲击啊，这个影响非常的大。原因是什么？立陶宛其实是中国外交的这个版图当中的一个缺口。这个缺口的原因是什么？缺口原因你看哈，第一个，你看立陶宛跟中国的经贸联系不强。中国通常是用经贸联系拉住这些国家，你跟我经贸关系，你跟我做生意，你能挣到钱，我在你那有投资啊，你有好处。所以你看立陶宛，我们看这数据啊，立陶宛跟中国的这个关系，经贸关系不密切啊，联系不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意识形态上亲西方价值观啊，亲西方的价值观，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政治上亲美啊，立陶宛特别亲美。你想，他加入北约，为什么加入北约？需要北约保护，他被苏联占领过，当然他也被纳粹德国占领过。它是个小国，280万人口，所以它需要北约保护，所以它政治上亲美啊。然后第四个就是台湾抓住机会，促进双边关系。那么立陶宛现在这个局面呢，对中国来说是很棘手的。你要是不管它嘛，好，其他国家要是效仿怎么办？好，那怎么办？那所以中国采取的方法是什么？强力的、非常激烈的回应，非常激烈的回应，你怎么办？没有经贸联系，经贸联系不大，那怎么办？把大使召回，大使，当然这是一个非常激烈的手段，那这是演给其他人看啊，就说你其他国家你要考虑一下，如果你要是做同样的事情，我也会这样对待你啊，其实就是警告其他国家。但是呢，你这么做的后果是什么？你把这个大使一召回，然后不行就断交啊！我看环球网有个说法，环球网的说法是不行，我们可能就会导致双方断交。断交就断交，别人不求你。现在问题就在这里。如果你最终断交的话，那立陶宛好行，断交就断交，我跟台湾建交。如果你跟他断交，他就跟台湾建交，你后果更严重。为什么？你失去了个邦交国，台湾就多了一个邦交国，所以呢，台湾就变成这件事情的得益者。所以在这件事情上，中国就很棘手。你不做反应不行，做反应，你可能还会变受损。所以呢，这就是现在这种局面。那么这实际上是反映了中国外交上的一个困局。那么中国跟西方的关系啊，从改革开放以来，慢慢的恢复啊，到了8964，啪，又到了谷底，然后又慢慢的恢复到一个程度，中国经济开始起飞啊，西方国家一看，哟，中国经济起飞，那我们得挣点钱啊，搞好关系啊，西方就想跟中国搞关系。中国就利用西方这个关系，把这个世界的关系全拉过来，这就是过去20-30年发生的事情。但是中美翻脸，所以我们经常讲中美翻脸是决定性。中美翻脸之后，最终导致的是中国跟西方国家翻脸，就不是一个国家翻脸，是中国跟整个西方国家翻脸。这里面我经常讲，之前中国一直想办法把中国跟美国翻脸，中国跟西方翻脸。表述为一种利益之争，其实不是，其实是什么？意识形态之争。
而这种意识形态之争最终出现的局面是什么？中国跟西方翻脸，西方或者是美国或者西方跟中国翻脸，但是只翻脸不掀桌子。为什么？还是要保持这个世界政治格局的运行。所以你看美国现在翻脸翻到什么联合国安理会都吵架，见面就吵架的地步，只要见面就吵架，但是不掀桌子。谁来掀桌子呢？这个美国也好，西方也好，就在一些小国后面提供支持。哎，你来掀桌子吧。这些小国就上来哗啦哗啦就把桌子掀。把桌子掀了，因为它跟中国的没有经贸联系并不密切，翻就翻。为什么？因为他们在政治上亲西方，在意识形态上亲西方，他愿意掀这个桌子，正好台湾给点好处，他就去了，这就麻烦大了。为什么外交对中国这么重要？你美国也好，任何一个国家也好，对外关系重要吗？重要，但是没那么重要，国内政治更重要。为什么？选票来自国内选民啊！你要是为了外交牺牲国内政治利益，你看看你这政府就下台。但是中国不是，中国的外交跟其他国家外交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中国没有统一，中国没有统一，中华民国也好，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好，到底哪一个能够代表中国，或者是能够是正统？中华人民共和国说我是正统，我统治着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整个大陆都归我所有，我的面积大，我人口多，所以我是正统。中华民国说我比你早，你比我晚那么多，所以这个你怎么说得过去？先有我，再有你，谁正统？所以这两个在政治上是有争议的。但只不过呢，过去30-40年，中国经济一上来之后，这个争议被压制住了，不存在讨论空间。但是能不能讨论？当然能讨论啊，这是常理啊。所以呢，中国跟其他国家的政治往来，或者我们叫外交关系，其实建立在一个条件之下，就一个中国的原则。中国强调的中国的一个中国的原则，三段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是唯一合法政府，然后就是这个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个中国的原则有2个含义，第一个含义是中共政权的合法性，就是所谓的正统；第二个，中国大陆统一台湾的合法性、合理性。所以呢，中国的外交为什么这么重要？比其他的国家的外交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国的对外关系反映了，里面包含了中共政权的合理性，还有中国大陆统一台湾的合理性这2个因素，这2个政治因素在这里头。那你好了，美国鼓动的这些小国噼里啪啦去掀桌子，一掀桌子你的合理性少一点，一掀桌子你合理性少一点，其实就直接牵动了你的国内政治。这就是为什么。所以呢，中国和西方交恶，他要付出的代价不仅仅是双边关系，双边关系世界上那么大，我非得跟你来往吗？不是这样。更重要的是，中国会要付出政治代价。大白话是什么意思呢？大白话就是中国跟世界各国交恶，让他自己的地位没有了，失去了他自己的政治地位。所以你可以看中国跟加拿大翻脸啊，加拿大翻脸就是这个孟晚舟啊，为了孟晚舟，中国抓了三个加拿大公民。今天判了一个谁啊？判了一个叫罗伯特谢伦伯格，说他贩毒啊。今天判他8月10号判死刑，报这个最高人民法院去核准。你可见抓的这个谢伦伯格直接判死刑，之前22说他是2014年就抓了，11月份就抓了，然后呢就判，18年判了以后呢不服上诉，然后又判说这个犯罪未遂，从轻，然后又重审，中间搞了一轮，
到今天又搞2019年又开庭，大连又开庭，又上诉然后这次直接就判死刑，说明什么？说明中国真的很怕孟晚舟搞到美国去，就是非常重要一点。所以加拿大驻华大使谴责法院的这个判决这是政治审判，这绝对是个政治审判。那么还有2个加拿大公民其实抓的是，这中国跟加拿大翻脸，是最新的民调，加拿大的民调超过一半的人认为加拿大应该抵制明年的北京冬奥会，那你就等着吧。加拿大这边已经翻脸了，中澳关系也是翻脸翻得很厉害。加拿大外交部长潘恩在8月5号说，他收到中方的通知，说在符合特定条件下会恢复高层对话。他说我们从来不会跟高层对话需要设置条件，意思就是你要设置条件，我们就不对话就算了，就是件这样的事情。所以现在的情况是什么？现在的情况就是中国的外交非常的被动，这里面牵扯到2件事。第一件事就是中美关系，中美关系是中国对外关系的基石，中美关系完蛋了，中国的对外关系也会解体。你可以看到这些小国一个个来给你掀桌子，你怎么办？这个局面不可收拾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中国内部的情况不乐观。当中国内部情况不乐观的时候，你外部的环境这么恶劣，你还到处去找人翻脸，那这个形势会愈演愈烈。好吧，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明谢 Ancon 谢谢，常伟谢谢， John Snow 谢谢， Vivian ZY 谢谢另外提醒大家我希望大家还是继续订阅我的这个脸书号跟推特号。那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来参加我们的直播，直播没广告而且直播能够提问，而且直播能够直接沟通交流比较好，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有些网友呢会收不到通知，那么我会在直播开始前10分钟，我会把这个直播的链接发到推特号和脸书号，所以大家可以通过这个脸书跟推特号进入这个直播我们的这个视频下方的介绍里面都会有这个链接，好吧？就是 Facebook、Twitter 的账号谢谢情况：坐标江苏，被要求核酸检测好多次，有次遇到一个发烧的小哥，说去医院看，医院先让他来检测点做核酸检测，检测点如此混乱，万一他要是阳性，后果不堪想，就是不负责任嘛？你说是不是很简单，就是医院让你发烧有可能是感染，但是医院直接把他打发去核酸检测。第一，不怕这个病人麻烦不怕这个病人麻烦，这第一个。第二个，也不怕后果很严重，所以这就完全没有责任感。这个社会，当你是一个社会，医院是什么？医院是这个世界上最需要责任感的机构。为什么？这关系到人命，但是中国不把人命当人命情况1个月检测4次，每次都是人挤人，乱哄哄，一团糟。万一哪一次不幸跟有感染者一起检测，后果不堪设想。所以都是自己错开免费全员检测的时间，自费去医院检测。你只能这样。这就是他们对事情的做法和看法人都是什么？人都是材料情况：坐标山西18线小城，今天小区发现有南京偷跑回来的人员，
而且瞒报没有通知社区隔离。今天他们一家3口确诊，小区已经被封，并且开始全员核酸检测。小区附近超市、药店已经被小扫一扫而空。重要的是，现在并不知道他几号回来的。说明什么？你看山西有没有？没有吧？所以中国的疫情其实我大概是这么说吧，你把官方公布的数据乘以10到100都有可能是真的。所以其实感染这件事情看你的命中率吧。情况，昨天镇江通知初中学生接种疫苗，21天后8月底接种第2针疫苗，9月准时开学上课。你看这件事情，广东省通知疫苗会这个过敏，所以呢就是紧急通知暂停对未成年人接种疫苗。镇江通知继续接种疫苗。你看中国的这个疫情政策、疫情防控的这个政策多么混乱啊！情绪最近在推进未成年接种疫苗，今天已经开始12岁到14岁的接种。看到一些视频，未成年接种疫苗后当场出现不良反应，现在不知道该不该打。如果不打，将来学校难为学生怎么办？孩子怎么办？如果打，哪怕万分之一的可能性发生在自己的孩子身上，也接受不了。这个时候应该谁要出来？国家卫健委要出来，有没有出来？没有。这就是中国的混乱。观点：当人类必须和病毒共存的时候，中共所有的强制措施都是无效的。中共疫苗的无效让国内的疫情更难以预料，国内的瞒报也许可以让国内的疫情恐惧有所减小。如果国内有可能够让疫情公开化，让老百姓对疫情有高度恐惧感，这样可能对疫情控制以更有效自我隔离的效果。乱搞只能让国内的疫情同印度一样，不同之处只是疫情蔓延的时间较长而已。国内的还是很歧视印度啊，一看就看不起印度。中国对印度的报道都是把印度的这个贫民窟来报道给中国国内看，中国人就很爽非常的爽。你看印度这么烂情况，国内朋友的父亲本身有各类基础病的情况下，没跟家人商量就去打疫苗，上午打完，下午脑梗，现在虽脱离危险，但是半身瘫痪。我觉得这完全是这种不打疫苗不许进公共场所制度造成。我觉得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洗脑造成。为什么？你想一下，疫苗政策混乱不堪，像这种年纪大的又有基础病的网友，到底该不该打？你政府有没有讲清楚？没讲清楚啊！而且这件事情，医院有没有责任？当然有责任啊！所以这个一塌糊涂啊！观点：高强根本没有医学专业背景。当年 SARS 的时候，非典取代张文康临时提上去做卫生部长。非典的时候，他发了很多不符合临床实际情况的政治口号和指令。我很多同学都是临床医生，在非典期间提到性高的都是一句国骂的评价，高强就是一个党棍，非常对。观点：病毒起源如果说是中国境外传到中国，不管是美国还是欧洲，那在中国首先爆发的城市不应该是北京或者是上海吗？每天从欧美飞到北京、上海的飞机比到武汉多得多。不知道相信病毒源于美国的人是怎么想？他没想，他想了就知道那是假的，对吧？疫情在哪儿爆发？在武汉爆发，爆发成什么样你不知道吗？对吗？你看看方方日记你就知道。所以你说这个疫情从美国来自美国，我觉得并不是没有知道的渠道，也不是没有相关的信息源。相信这个的说法，
是根本他不考虑这些因素，他根本不管事实是什么。情况坐标新疆，从今年年初到现在，每周全员检测一次核酸，没有本地疫情也在做，有本地疫情的时期1天2次，每1、2天要检测一次啊！我的天！情况坐标北京，儿童急诊先看病，同时核酸检测，核酸检测免费，次日给结果。提问：疫情爆发以来，政府都是以行政手段进行隔离，完全不顾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和工作，不仅不给普通百姓生活提供最基本的保障，还在不断的打压各行各业，经济情况每况愈下，造成更多的人失业。请问王老师，其实是否以温水煮青蛙的方式，大规模的封关锁国做准备？我不知道。这个现在的这个团灭教培是温水煮青蛙吗？这直接油炸好吗？哪是温水煮青蛙，根本直接上油锅了。现在啊，情况台湾对大陆的政权合法性的挑战和威胁，就如同建文帝对明成祖朱棣的关系。朱棣终其一生都在寻找建文帝的下落，甚至不惜劳民伤财，造多艘宝船，派郑和去南洋寻找。从中国正统伦理来看，中华民国政府和建文帝都曾经是正统的代表，只要他不死不灭，新的统治者就如芒刺在背，欲先拔之而后快。情绪，立陶宛的动作很令人感动，和台湾同为长期被大国欺凌的国家，没有选择退缩，而是由价值观紧紧地团结在一起，声音虽然微弱，但足够让所谓的大国振聋发聩啊。观点：台湾不存在独立问题，只存在国际政治认同的问题。台湾人对中国身份认同的降低和中共对台湾咄咄逼人的压迫有很大的关系。立陶宛对台湾的认同和那些加勒比国家不一样，代表着世界文明中心之一的欧盟和中共的决裂正式撕开最后一层面纱，不再羞羞答答、遮遮掩掩。观点：情绪。前几天我在立陶宛设台湾代表处的相关新闻，然后看到有人说什么我们的国名是中华民国，我们遵守中华民国宪法，以台湾为名的代表处是自嗨的行为吗？甚至说此举降低国格，真的不懂对他们来讲，中华台北跟台湾到底哪个才是屈辱 ？OK。李登辉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李登辉的定义是什么？中华民国在台湾，这就已经把这件事情解决了。李登辉解决这个问题的出主意的人是谁？蔡英文。蔡英文当时帮李登辉出的这个主意。这个台湾的定位是什么？台湾的定位就是中华民国在台湾，这就是回答你的这个问题啊。提问：9月德国将有大选，而民调最优的基民盟党魁提倡联美拉中啊，是否代表德国可能考虑立陶宛模式？想听听王老师的意见。德国肯定不存在立陶宛模式，为什么？德国跟中国的这个经济利益太密切了，这件事情不会在德国发生，只会发生在像立陶宛。我刚才讲了几个条件：第一，经贸联系不敏感；第二，政治上亲美，意识形态上亲西方。这3个条件存在，它就有可能是立陶宛模式。当然，台湾积极的拉拢。如果不是这4个条件同时存在，就有可能发生立陶宛模式。情况坐标青岛，已经被通知16到18岁8月底完成接种，我只好陪着孩子去打了第1针。单位已经按照上级文件开始要求强制指标，我扛不住，只好打了。情况：人民日报海外版造谣
瑞士学者揭露美国病毒溯源被打压，瑞士驻华大使亲自发微博和推特辟谣，这个国家和政府已经没有任何诚信可言。这个国家包括它的外交部，包括它的国防部，包括它的任何一个部门，它撒谎没底线，这第一个。这个国家的任何一个媒体，从人民日报到新华社，每个媒体每天都在撒谎，而且不是一个谎言，是一堆一群的谎言。中共就是谎言治国。提问王先生好，上期节目提到，中共目前开放外资对国内证券市场投资，是因为外汇储备开始短缺，我没有说过，这是你说的，我没有说因为外汇储备短缺啊。现在摩根已经作为全资券商进入中国市场，请问未来中国证监会等部门会像对待国内私企一样关门打狗，打击这些外资企业吗？我不知道，但是所有的人，你看一下特斯拉你就知道，特斯拉是所有外企的下场。我经常听到美国一个朋友跟我讲什么，英文忘记英文怎么说，他意思就是只要你赔钱，你在中国的生意就安全，万一你挣钱了，你就没那么安全了，就这个意思啊。特斯拉也是一样，特斯拉在中国开始挣大钱，安全吗？非常危险。只要你在中国市场开始挣钱，你就非常危险。这个不仅仅是外商，内商也是一样啊。提问：今天头条有一篇文章，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写了脱贫、全面小康、生态环境、中药和养老保险。请问王老师，这是为习近平连任开始铺垫吗？题目还加了用历史伟业写光荣这几个字，这是要把习近平的政绩提高到和毛平起云坐的地位吗？你想说什么你就说，不要来问我啊，这根本不是问题，这是你的观点，你就按照你的观点，你就说习近平为了这个就可以了啊。这种问题你表达你的观点，我没意见啊，我会帮你把你的观点读出来，这个没有意见，好吗？观点：中国人说到印度人，就喜欢拿印度的种姓制度说事儿，觉得印度是个落后野蛮的国家。我和他们讲，印度的种姓制度早在1947年印度独立时就被法律废止了，所有的种姓制度歧视被视为非法。中国人从来不提这一点啊。这种种姓制度在中国历史的元明时代同样存在，至今深远地影响着中国人，有啥优越感可言？当然是这自嗨嘛，自嗨。好，明谢 Helen， 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